印度举办了场亚锦赛，场地一塌糊涂就算了，离谱的是他竟然将台湾的旗子挂在醒目的位置，而将中国国旗挤在角落，怎么回事呢？10月11号，这个印度办了场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那这体育比赛就像一个大派对，各国运动员是客人，主办方是主人。那客人来了，你总得把人家的名号、旗帜给弄对了吧？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对不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在印度那个主场馆里，我们中国的乒乓队员一进去，好家伙，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啊！体育馆内各国旗帜一溜排开，多气派啊！可是就在场地最显眼、最 C 位的那个地方，挂着一面奇奇怪怪的旗子，是代表我们中国台湾地区的，但是压根儿就不是国际上通用的那个奥委会会旗。更绝的是这面尾旗的旁边紧挨着的还有日本的国旗，这排列组合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啊！那懂点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朋友，估计心里面已经咯噔一下了，这不明摆着搞小动作，故意挑事儿吗？那我们堂堂的五星红旗呢？我们的国旗去哪儿了？说起来更来气啊！我们的五星红旗被主办方给发配到了最西边的犄角旮旯里，那个位置不光偏，旁边还有一根贼粗的大柱子，好家伙，那个阴影打起来正好把国旗给遮了个严严实实。你要不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打着手电筒仔细找，你估计都发现不了。原来中国队也来了呀！那这叫什么事儿啊？印度的这波操作已经不是疏忽能解释得了了，这简直就是把我们就是故意的这几个大字写在脸上了呀！国乒队员们是谁呀？那都是身经百战、见过大场面的呀。可是看到这一幕当时整个队伍的气氛唰的一下就降到了冰点。你想想那感觉满怀期待来参加比赛，结果一进门，人家就给你这么一个下马威，谁受得了啊？那随队的记者反应也快咔咔的，相机、手机一通拍，不到半个小时，这个视频就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传疯了，播放量是蹭蹭的往上涨，一下子就破了1000万。网上的朋友们一看全炸了，评论区那叫一个群情激愤啊！印度这是想干嘛呀？这是公然挑衅，我们的国旗也能受这委屈？这股火瞬间从印度那个小场馆烧遍了全中国呀！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面对这种触碰底线的事儿，我们能忍吗？当然不能啊！就在大家伙还在线上愤怒声讨的时候，咱们的代表团负责人前世界冠军王励勤已经在线下展开行动了。王励勤打球的时候那叫一个霸气，没想到当了负责人，这股子硬气一点都没减。他一发现问题连1秒钟都没耽搁，二话不说就带着人直奔赛事组委会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印度那边的工作人员还想打马虎眼，说哎呀不好意思可能是我们的志愿者晚上挂错了，年轻人嘛不懂事，呵呵。你听听这话说的多轻巧啊！把这么大一个原则性的错误甩锅给一个不存在的志愿者。王励勤可不是这一套，他当场啪的一下把一本国际赛事的旗帜使用规范文件拍在桌子上，然后逐字逐句的跟他们念叨：来，咱们看看白纸黑字写的是什么。第1条，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第2条，关于台北队参赛使用的旗帜样式；那第3条，关于主权国家旗帜的悬挂顺序和位置。你们哪一条做对了？那帮印度工作人员估计当场就傻眼了，没想到咱们这边准备的这么充分，业务这么熟练啊！他们还想狡辩，王励勤直接一句话给怼回去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它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什么不小心，它就是个原则问题。原则问题没得商量。就这样双方在办公室里僵持了将近2个小时朋友们，2个小时王励勤就在那儿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他的态度很明确。第一，立刻马上把那面错误的旗帜给我撤下来。那第2呢，把我们的5星红旗挂回它应该在的最显眼的位置。这第3呢，你们必须就此事公开道歉。最后怎么着？胳膊拧不过大腿真理站在咱这边印度主办方一看这阵势知道这个事糊弄不过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叫人紧急撤换旗帜。等我们的5星红旗重新在场馆中央高高飘扬的时候，那真是大快人心这就是咱们的态度在国家主权和尊严面前我们是从不退让的，1寸都不行。光有王励勤在现场硬杠还不够2天后，也就是10月13号，咱们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正式发声了，措辞那叫一个严厉掷地有声的12个字：
坚决反对，令人不齿，注定失败。这话说得很明白了啊，别想拿体育来搞什么政治操弄，你们这点小九角，我们看的是一清二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咱们这边是雷厉风行，态度鲜明，可是你再看对方呢，那回应啊，简直就是一出甩锅大戏啊，敷衍的让人想笑。先说那个亚乒联，这按理说啊，作为亚洲乒乓球运动的管理者，他得出来主持公道吧？结果呢，人家连个公开的官方声明都没发呀。有咱们国内的热心球迷啊，给他们发邮件质问，他们倒是回来啊。邮件里怎么说呢？他们把锅呀甩给了基层，说是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安装的，我们亚乒联的人没在旁边监督。最后轻飘飘的来了一句，我们已经要求移除了，并深表歉意。哎呦喂，这话说的好像他们也是受害者一样啊！啥叫夜间安装未获监督？国际大赛的旗帜悬挂那是有严格流程的啊，得先由主办方提交素材，然后组委会要初审，最后还得交给亚乒联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复核，3道关口啊！你说哪一关没把住啊？这不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更可气的是那个直接负责的印度主办方啊，从头到尾啊，他们干了啥？4个字儿：装聋作哑，屁都不放一个呀！就好像这个事儿跟他们没关系一样。亚乒联的官方社交账号呢，干脆把这个评论区给关了，你想去下面留言说理，门都没有，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讽刺的对比啊！就在上个月啊，在曼谷的另一场亚锦赛上，印度代表团啊，因为比赛视频里出现了当年英国殖民时期的旗帜，全体队员立马原地站住啊，集体抗议。你看他们自己啊，对这种涉及主权的事儿，那叫一个敏感，怎么轮到自己犯错，还是这么严重的错误就学会当睁眼瞎了呀？这双重标准玩的也太溜了吧！说白了，就是打心底里对国际规则的漠视啊，和对咱们中国主权的轻视。那如果说挂旗事件是他们故意的挑衅啊，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事儿，那就纯粹暴露了他们的令人堪忧的办赛能力啊！这次办这个亚锦赛啊，本来是印度想秀肌肉的，为他们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造势的，结果呢，硬生生的办成了一场大型翻车现场秀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啊，你听听啊，都发生了些啥奇葩事啊？开幕式当天，你以为场馆里是金碧辉煌，准备就绪了？天真了啊！这个主场馆跟个施工现场似的呀，地上的地窖还是刚铺的，那个味儿啊，大能熏死人。乒乓球台还没开始组装呢，高空作业的工人啊，踩着个碰碰梯子就上去了，看得人心惊肉跳啊！这安全保障在哪儿呢？这场馆里的生态环境倒是挺原始的啊，各种小飞虫嗡嗡的绕着你飞，一不留神就可能飞到你嘴里。咱们的队员在训练的时候，差点被从天而降的鸟粪给精神打击了，太新鲜了。始作俑者啊！不可能这么厚一大手，拿脚扒一下，所以别拿手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更离谱的是，日本女队的主教练在训练场合还发现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青蛙，让人是既震惊又无语啊！哎呀，我的天哪！场馆里还跟个大蒸笼似的，闷热无比啊！运动员训练个10分钟啊，浑身上下就跟水洗了一样。这主办方给配了几个临时的大风扇，那风吹出来都是热的，根本就不顶用。后勤保障那更是一言难尽啊！官方指定的酒店，你拧开那个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是浑浊发黄的，跟黄河水似的呀！咱们国乒队有经验啊，自己带了全套的过滤设备。那中国台北队的队员就惨了啊，只能天天用这个矿泉水刷牙漱口啊。这香港队的选手更绝啊，想了个办法，用洗脸巾啊把这个水龙头给包住啊，当成土质过滤器来用。再说说吃的啊，餐厅主打印度的特色手抓饭，挺好的，入乡随俗嘛。可是问题是那么大一盆饭啊，你连个公勺都不给配啊，大家你一身我一身，那个场面啊，真香！哎呀，韩国队比较讲究，自己戴了一次性手套，结果还被志愿者给劝住啊，说这不地道啊。那交通呢，更是天方夜谭啊！你敢信参加国际大赛的世界冠军们啊，每天往返场馆需要自己去挤当地的公交车。有个去采访的记者都惊呆了啊，说他跑了20多个国家啊，从没见过这么炸裂的场景。朋友们，你们听听，就我这条件，就我这组织能力，就我这服务水平，他跟我们说他要申办奥运会，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国际奥委会啊，早就给他们提过醒啊，说你
你们得先把治理混乱、赛事保障不足这些老毛病给改了，再来谈申办奥运的事儿。那现在看来，这次亚锦赛的表现不仅没加分，反而是狠狠的在自己脸上扣了一大管子分。那当然了，整件事里也不全是坏消息在一片混乱和愤怒之中也有一点积极的成果。在咱们中国乒协的强力推动下，这亚乒联总算是做了点正事儿。他们承诺以后要建立一个国旗国歌联合审核机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再办比赛不能让主办方自己瞎搞了，必须由东道主国家和亚乒联这样的国际组织坐在一起，共同审核、确认旗帜、国歌这些素材，避免再出现这种把责任外包出去，最后谁也不负责的烂事儿。这也算是咱们在这次风波里靠着自己的硬气和较真为完善国际赛事规则做出来一个贡献吧。那聊了这么久，这件事也差不多到尾声了。体育的世界我们总说无国界，但是体育背后的人和他们代表的国家是有尊严和底线的，尊重主权，尊重规则，提供专业的保障，这才是举办任何一场国际赛事的根本。至于那场由一面旗子掀起的风波它终将证明一个道理：任何想要触碰我们底线的挑衅，任何想在原则问题上耍小聪明的行为最终只会沦为一场自讨没趣的国际笑话。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